量身精确，裁剪细腻，缝纫技术高明。裁缝业经历了120年的岁月洗礼，从传统18世纪末，新加坡就开始出现裁缝业。你就要选上面这3个。到现代，裁缝其实机械代替不了的东西。从店内到店外，100年旧业起落浮沉，要如何继续？55岁的谢永康是新加坡轩辕洋服商会的主席，工会成立了超过120年，永康从业也有32年。他说，裁缝业是18世纪引入新加坡的，新加坡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外商来做生意也把裁缝业带来这片土地。当年外国人住在新加坡有这个需求，所以裁缝业从那时候就开始。早期在新加坡都是华人做这个行业是偏多的，很多南下的中国人，有一些他本身都是有裁缝业的经验，有些没有，但是他是从新加坡做学徒。裁缝业开始在本地扎根的时候，经营方式层出不穷。从60年代开始，一些裁缝师也在街边工作，变成了街边裁缝师。在60年代、70年代，五角鸡街边其实都会有裁缝在那边经营的。现在为什么在乌节路啊、牛车水啊不会在街边摆摊子？这是因为有管理层阻止他们这样做，是吧？但是在小印度可能它是会比较放松，所以才可以。小印度为了迎接屠妖节，添上了色彩斑斓的新衣裳。繁忙的马路旁，街边裁缝师赶着为顾客缝制衣裳，形成了小印度一个独特的景观。这对在小印度开设饰品店的母女，也租下店外五角鸡和马路旁的小空间，经营裁缝业。我名是瓦里来，做我今年73歲。我識福建話，我識廣府話，我識地招話。喺呢度開11年咗啦，所以我請印度人嚟給我做衫。我係江南啊，原來個阿媽。我的名字玛丽妮，我开家饭店。12年前，两母女从印度请来了5位裁缝师经营裁缝业。娃丽和裁缝业的渊源，必须从她小时候居住在华人甘榜开始說起。嗰時金波區做時講13歲，我嘅病人有加嘢長衫啦，啲諗咗而家，特別是我走幾病啦。走幾邊快啦學咯，所以人講話呢啲愛學啊，學 OK 我愛學咯，慢學條做衫咯。My mom will do all the tailoring with some beads, and then she will finish up the skirt, and I'm the first one to wear it. This is how I learned from my mother. My name is S. Sandran. My working tailors are 5 years. My from India. சின்ன புள்ளியிலேருந்து எனக்கு ஒரு ஆசை, ஒரு குருநாதர் சொல்லி கொடுத்தாரு, கற்றுக்கிட்டேன். ஒரு சில பேர் அவங்களை பார்த்து அவங்களெல்லாம் நல்லா அழகு பார்க்கணும். India tailors, because from young they are trained up as a tailors. I don't have to train them, and they can sew. 冇拉哦，真係新加坡人冇拉哦。有扎人老人有啦，老人是乜嚟做？街边裁缝师的顾客可不少，
禅拉在本地就拥有固定的客源。住在但宾尼的西蒂会花40分钟的地铁车程来到小印度找他做衣服。Gorgeous. Serangoon Road is the most unique area where you can find tailoring everywhere. They can do pretty well in stitching and in tailoring. In my opinion, I think first of all, like they charge pretty cheap, and they did pretty neat as well. Like for those tailoring, like mall or other area, they will charge higher. When we are doing the alteration for the pants, it's only $4. But other places, they are charging $7. So majority of them, they are coming to us. 在街边工作，禅拉深深体会人间冷暖，有时也会遭遇一些顾客的冷言冷语。தெருவில் தைக்கிற டெய்லர் தானே அப்படின்னு சொல்லி கேட்குறாப்புல எனக்கு மனசு ரொம்ப ஒரு மாதிரி ஆயிடுச்சு. சந்தோஷமாக தான் நாங்கள் வேலை செஞ்சோம்.是讲这个做啥人啊，上个爱论，较最是爱论的，爱论哦，伊论伊家会使会调伊，你无论哦艰苦。我无同意人是工人来当我的囝咧讲，所以人有时外口的人拢做来做啥吼，伊问我啊，你什么爱讲？我的囝来啦，伊讲好啊，你的囝要做啥？我讲会晓。我讲你学了，后摆你去印度，转去你家己国家，你会使个家己开店，家己使做生意的。屠妖节对印度人来说是重要的节庆，街头裁缝师在这个节日仍然需要工作。And on Deepavali Day, they told me that we open the shop, we do the business. Because of the COVID, 1.5 years, we all have problem, tough time. So for 2 days we open.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时候禅拉特别思念家人。பேசிக்கிட்டு இருக்கையில் எனக்கு அழுகை வந்துடும், அவங்களும் அழுதுருக்குறாங்க. அழுகை நமக்கு வந்துடும், இங்கிட்டு திரும்பிக்கிட்டு கண்ணு தண்ணியை தொடச்சிடுறது. Deepavali 我買3塊，一人2條買3塊，叫帶人去冇十八刀，你那愛什麼嘅？啊，家買3塊，咱做一人2個可以，紅包一人100塊可以紅包，啊，咪煮我家己煮來給人食咯。不管刮风下雨，禅拉在新加坡当裁缝师的这些日子里，都在街上与针车的一针一线中度过。裁缝业最巅峰的时代都是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已经脱离了马来西亚，开始有自己的发展。外国很多人在新加坡投资，所以变成这个行业很吃香。游客做生意的，本地人去外国经商，所以就带动这个裁缝的需求。那个时候的需求量真的很大。如果一间普通的裁缝店，一天有50条裤，或者是10套大衣，是很平常的事情。当年裁缝店在新加坡最少也有3000多家。在裁缝业的黄金时期，洋服店大多数集中在惹兰木沙、石龙岗路和乌节路。梁卓伦就曾经在乌节路开过洋服店。我姓梁，叫卓伦，我今年80岁了。从1957年学徒做起，算也60多年了。我没有改行过，一直做这一行。早期的生意很好，我还有机会出国做量身。当年缝制洋服讲究的是手艺和技术，洋服裁剪一定要配合顾客的生活习惯。穿起大衣啊，还有鞋痕，这个不要跳起来嘞，
你知道吗？这样就错了，而且要喝水喝酒啊，这样喝也会这边拉到。90年代，裁缝业面对成衣厂和名牌店崛起的竞争。对新加坡人来讲，大概是一个新的尝试，尤其是年轻人去买现成的，选择也是多，价钱也不太贵。裁缝店久而久之就生意没有这样好，租金又贵，工人又难找。乌节路我做了差不多10多20年，我就离开了。后来有朋友给我介绍我来这个王府开店，我说也可以来试一下嘞。黄埔小贩中心赋予梁卓伦的洋服店另一个生机。这边的租金算起来也是相当便宜了，几百块，每天 lunch time 的话很多人的，方便就是一般上都是附近的人来做，他们要来 collection 很容易。我还可以传真啊，走啊，还可以跳啊，我会继续做下去的。像梁卓伦这样在小贩中心开店的缝纫师大有人在。圣一路小贩中心内共有7间洋服店，刘伟文就是其中一间洋服店的店主。我在这里大概30年了，之前是我爸爸开了整10年，在这个地方。小贩中心本来就有人潮，做生意嘛，我们是做 retail， 最主要的就是人潮已经有现成的了。我的顾客群呢，多数来自银行业啦、保险业啦、地产业啦，他们就是要穿衬衫啦、西装啦、大衣啦所以他们要定做，他们要比较得体嘛。在小贩中心开店，少了舒适的环境，却多了一份人情味。有一个老头，他为他儿子做了差不多10几件的裤，我记得是800块左右。裤做好了，我挂在那边整8、9年。有一天，老头突然间来问我：“你还认得我吗？”他讲其实是他儿子吸白粉，被抓进去关了整10年，你明白吗？我不敢拿那个裤，我看到那个裤，我就会想起我儿子，我会伤心。在小贩中心经营洋服店30年，刘伟文目睹了不少人间故事。小贩中心虽然不是什么高档商场，但他的生意依然受到不少顾客的支持。只要有好手艺，不管在哪，依然能够发挥所长。婚礼，新郎是前银行家，新娘是前空姐。如今，这对夫妻选择一个反差很大的工作。他们在乌节路中央城设立了 Assemble 洋服店。这家裁缝店走非传统路线，推出时尚的男士西装，顾客多数以专业人士和年轻人居多。疫情当下，他们使用网络提供服务。COVID 我们不能开门，我们就把它转移成网上的定制服务。进行试训前，他们会把一套材料寄到顾客家，里头包括布料、纽扣、样本和量尺等等。我们跟他们聊天。跟他们沟通。But me first things first, can I find out a bit more about your lifestyle? 你要的是什么款式 The color feels good, you know, the wrist feels just right, and I don't have a lot of restrictions in my arms. 自己怎么量身，或者亲戚朋友都能帮他们量身。So you kind of like a mix in there. 教他们怎么搭配在家里工作的服装这些。
其实网上都可以的。现在这个时髦呢，这个由于店主过去没有裁缝和做生意的经验，店里就聘请了资深裁缝师朱凯豪一起工作。61岁的朱师傅积累了40年的经验，他看到现在裁缝业有一股新元气。这个行业已经转型了，还有慢慢开这个行业的都是年轻人。他虽然年长，可是他很乐意的配合我们的摩登的 ideas。我们觉得裁缝方面要一个正式的师傅来帮我们是最好的，然后姜还是老的辣。以前的裁缝业呢，就是老一辈人要结婚要有宴会，他才会做西装。现在的裁缝业就不同，年轻人他穿得美，他有经济能力。我们父母以前都是想要他们的孩子当律师啊，还是当银行家。我们觉得 if we take off a career off the beaten path, things like farming, things like tailoring, things that still holds traditional values, I think this is the way to go for modern society. 现代的女性独立自主，有不同的价值观。去年8月 ，Assemble 也推出姐妹牌，邀请7位不同个性和背景的女性担任模特。凯琳的妈妈也是其中一位。这7个女生，她们代表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身心，她们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凯琳的妈妈象征了早期坚韧不拔的女性。她在工厂当车衣女工，含辛茹苦养育了2个女儿。她在我生命中展示了一个很女强人的性格，因为她读书其实不多，所以她以前要打3份工来养育我和妹妹。他的妈妈教我怎么用一个真车，他会教我量身，不可以 take shortcuts。不幸的是，妈妈4年前患上癌症，不久前离世。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会得这种病，就是觉得我有一点成就了，不能我们再有多的时间让他想这个父亲。妈妈的离世鞭策凯琳和德金要为他人贡献。洋服店也因为这样的理念，为顾客提供很多不收费的服务，像是打领带、烫衣、穿搭技巧、打造形象、拍摄个人写真。Just relax. Oh, look here. 裁缝师这个行业是，虽然说在新加坡不比以前吃香，可是是一个永恒的行业。33岁的吴志豪也同样看好裁缝业的前景，因为热爱裁剪缝纫的手艺。3年前，毅然从美发师转行，成为小贩中心裁缝师刘伟文的学徒。手工行业有兴趣，是因为手工这个东西是机械代替不了的东西。因为就算时代怎样的变化都好，都还需要手工来去改变人的造型跟人的形象。我毕竟都要退休了，期待是现在收一个徒弟，希望他好好的学习了哈。我也是希望他成功。如果没有人接手的话，反而是有点可惜。将来的东西其实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现在你看到他不好，可能有一天他会更好。OK， 我就跟他讲，既然我学了3年，还没有到很厉害，很谢谢他那么的耐心的教我。他不会用
他的想法来纠正我，他反而会站在我的立场去让我去了解我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东西。我能够说他真的是我的贵人，我会接受，因为这一门行业来说是已经很多老一辈的人已经慢慢的在退休了。如果我们没有年轻这一代的去接手的话，慢慢这个行业就没落了。你们的那个我认为这个行业可以做下去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些东西都必须靠人与人的沟通，然后人对人的去量那个尺寸，因为每个人的身形大小、宽松那些是每个人的要求都不同，所以这个是机器无法做到的一个东西。还有机器对到人是一个很冰冷的东西，没有人与人之间接触的那种感情在，所以我认为手艺方面就是人与人的接触为最大的一个感情。一台针车缝制一件又一件的衣裳，一针一线紧系人与人的情感。裁缝业一代又一代的相传，改变的是服装的潮流，不变的是精湛的手艺。